小时候，我时常被骂：你怎么那么差？哭什么哭？才说你一点点，你就只会哭。长大了，我时常骂自己：你为什么那么差？你为什么什么都做不好？我真的看不起你啊！大家好，欢迎来到课后学堂，通过分享让你获得对生活的感悟。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低自尊。那么到底什么是低自尊呢？我们先从自尊说起。自尊是个体接受以及看重自己的程度。很多学者认为，自尊是个人对自己各方面能力、特质、价值或整体评价后的感受。简单来说，自尊可以说是自我肯定，是指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包括了我们的外在，比如样貌、身材，我们的内在，能力、个人价值以及成就，以及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在这些方面越正面，就代表有着越高的自尊。我们会肯定自己说的话，坦然接受自己的不足之处，相信自己说的话、做的事、想法都是有价值的。心理学家布兰登曾对自尊定义为一种感觉自己有能力应对生活的基本挑战，以及自己值得拥有快乐的心理状态。低自尊是一种对自我评价过于负面的一种心理信念，这种信念会让自己觉得毫无价值或者价值感极低，容易忽略自己的优点，过度放大自己的缺点。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通常会较为消极和苛刻地看待自己、世界和未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怀疑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试图回避挑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讨论为什么会有低自尊呢？它是怎么产生的？一、病态批评。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扮演批评自己的角色，好像有个人突然冲到你面前，疯狂地说你很差、很糟糕、很讨厌你。这些声音是怎么来的呢？童年时候来自于我们亲近的人，比如父母、朋友、老师，对我们极其所能的挑剔、施展暴力或不尊重我们的需求感受。他们那种病态批评的声音长期在我们的耳边回荡，慢慢变成了我们批评自己的方式，甚至我们批评自己的时候会更加的恶毒，因为我们更了解自己的缺点、自己做错的事以及自己最羞愧的地方。二、早期经历的惩罚、虐待和霸凌。小时候被霸凌、欺压、忽视、虐待的小孩，没有获得解救，没能做出对抗，容易陷入低自尊，难以自拔。他们经常会形成自己是糟糕的，活该受到惩罚的信念。三、未能满足他人的期望。由于未能满足他人，比如父母、老师、朋友的期望，他们会感觉到自己不够好，虽然这些期望可能从一开始就是超出他们个体实际能力的，不公平或者不合理的。四、没有获得足够的表扬、关心、鼓励以及爱。成长时期，这些孩子没有获得应有的鼓励、被爱的反馈，可能使他们形成自己不够好的印象，发展出低自尊。这些感觉很深刻，像是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那么低自尊有什么表现呢？一、对自我的形象认识模糊。低自尊的人容易紧张，他们对自我的印象也较为模糊。当被问到关于自己的问题时候，他们会懵懂，因为他们认为对自己了解不够肯定。他们更愿意相信解决问题的答案在别人身上，而非自己身上。他们喜欢观察别人去寻找答案，而不是思索自己的能力去寻找。二、自我怀疑。低自尊的人会过度分析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特别挑剔。比如，他喜欢歌唱，在朋友当中也算是唱得不错。虽然想参加比赛，虽然已经受邀参加歌唱比赛，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会害怕、担心，觉得自己不会成功，怀疑自己的能力，就算尝试都感觉到很害怕。三、难以做出决策。
通常来说，低自尊的人很难做出决策，他们不同于高自尊的人。心理学发现，自尊越高的人行动越高效，做出的决策也会坚持下去。低自尊的人总是害怕行动，对于他们来说，排除选择很难，因为他们担心害怕选错。实际上，心理学发现，每种选择都是利弊一体的。我们选择任何事情都不是预先设定的。我们的未来主要在于我们通过选择之后不再犹豫，而是选择投入其中，最终来验证这个选择是值得的。4. 总是道歉，说对不起。有时候其实不是你的错，但你仍然向大家道歉，就好像是你真的做错了。为一个你无法控制的情况道歉，或者即使你不认为对方说的是对的，但你也会为了避免冲突而道歉。5. 容易被伤害。低自尊的人很容易被伤害，他们细数着自己被拒绝否定的次数，因而常有被拒绝和否定的感觉。即使是一个无心的玩笑或者客观的评价，他们也会因为自己的敏感和不安，觉得别人有意伤害他。6. 以轻视自己的成就。低自尊的人对自己的评价和价值感都很常受到影响，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成就不值得一提，微不足道，选择在别人面前淡化这些成就。当别人称赞你，你会不断的否定，并觉得自己不值得被赞扬。7. 对失败和评价特别敏感。低自尊的人对失败和批评非常敏感，很多人都难以从失败中恢复过来。如果受到批评，高自尊的人往往会一笑而过，但是低自尊的人反应很强烈，他们甚至可能需要1到2个星期才会恢复过来。8. 对自己的事情没有把握。低自尊的人会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对自己没有把握。即使他们在别人眼里能力很强，很有天分，但他们会把自己贬低得一无是处。对于自己决定的事物，他们会很紧张，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总是陷入担忧的情绪当中。9. 消极的自我认知。你会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觉得自己没有吸引力，没有能力，没有优点。你习惯批评自己，放大自己的缺点，却忽略了自己的优点，甚至你会拿自己的缺点去和别人比较，以此不断打击自己。10. 心情总是无端低落。低自尊的人总是会心情低落，他们会无缘无故觉得很忧伤，这导致了他们无法面对自己应当承担的事情。这种情绪也会导致他们无法提起精神工作，在人群中显得落落寡欢。11. 对他人的爱抱有怀疑。他们很难相信会有一个人真正的爱自己，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值得被爱。他们总是从爱人的不完美中寻找蛛丝马迹，无限放大，以此来讨伐对方，折磨自己。12. 容易放弃。低自尊的人面对挫败时会很容易消极，很难去自我鼓励。他们会把失败、消极的自己认为是无能的凭证，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无是处，无论做什么都注定做不好，也改变不了。如果我们不及时脱离低自尊阴影，将会严重阻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不断的自我负面评价也会令人丧失继续追求美好事物的信心和勇气。对我而言，提高自尊不是对自己说1、2句你可以的，你很棒的就可以好起来，尤其是刻在骨子里的低自尊。我们不只是需要心理上对自己的认知肯定，也需要在生活里去经历、领悟、纠正过来。但是至少现在的你已经知道这个状态不是正常的，它是一个问题，是需要去做出改变的。最后，我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话题。To accept ourselves as we are means to value our imperfections as much as our perfections. 接受本来的自己，意味着对我们的不完美和完美同等重视。
我们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点击赞、分享以及订阅，记得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期见啦，拜。